好，新年一开始呢，现在各国都在思考这2026这一整年怎么样能够制定自己的国家整体战略。而对中国大陆来讲呢，拼出海会是其中之一。中国大陆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的电动车出口年增87%，那其中出口墨西哥是暴增了2367%。是非常高的哦，那到19344辆，冠居全球。亚洲年增71%到110061辆，那欧洲年增63%，然后拉丁美洲年增283%，也很可观。中国大陆出口到欧盟的电动车年增是39%到25700多辆的这个电动车。小鹏汽车执行长何小鹏因此表示，产能过剩将会加速中国大陆的汽车，特别是车企洗牌。所以呢，他认为未来10年中国大陆将会只剩下7家主要的车企能够幸存下来。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则是显示，新能源车1到11月这个销售车价呢，现在平均来看呢是人民币10万多元到15万折合台币是48万到67万最多。其实这样听起来是很便宜的，而且这样的一个占比呢，还是占整体的23%所以将近是1/4左右。最大车企比亚迪也开始降价，所以让这个价格战呢越打越激烈，造成中国大陆的国内供应过剩的情况越来越强。所以现在如果是以外销来舒缓内卷的这个策略我先请教马老师你觉得可以撑多久？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用外销来消化内卷，应该是一个市场趋势的必然。那会撑多久？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可以撑蛮久。我举个例子2024年这个1年的电动车在全球卖了1700万辆，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增加到2200万辆，也就过去1年里面。全球的电动车市场增加了29%，到2030的时候估计是3900万辆，也就是说全球的市场它是不断的在扩张跟成长，而且速度非常快。那我认为在这个中国开始电动车大幅开始成长是2006到现在20年，也就是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就是靠中国大陆市场养起这个主要的几家10家的最大的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电动车厂，这个阶段任务已经完成，所以接下来就整并。就现在中国大陆内部大概有100家有登记的电动车的公司，但是在未来的10年应该会剧烈淘汰。我认为可能7家是太夸张，但是也许剩个20家、30家，真的是整并在一起。对，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必然，它会让大的人越来越大。然后，但是问题是，这些最主要是它的，像比亚迪，它毛利率有到18%，这是非常高哦。那也就是说，它在国际市场是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它在内部的确是在萎缩。可是接下来看的是全世界的电动车成长，所以我认为外销来解决它内卷的问题，大概是一个必然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看起来在2030年之前应该都有非常大的机会。所以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那个规模经济当你这个够大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 bargain 的那个力量就更强那你怎么看2026？就是因为提到说中国大陆现在特别是在电动车是全力拼出海整个产业的战略，如果我们从宏观一点角度来看的话，它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市场它也推不动，因为美国2024年开始科中国的电动车是100%的关税。欧盟是克了35%，可是欧盟还在成长。那它的主要市场现在会往新兴工业国家，比如说拉丁美洲，比如说亚洲国家它的就是还有包含像墨西哥这种成长非常快的国家。那我觉得它的市场战略是往这些方向走，反而是我觉得美国它这块市场应该就放弃了，因为美国有自己的特斯拉，它也不会想跟你买，那它又用关税来保护它国内的产业，所以我觉得它在策略布局上面应该会往这个全球南方国家这个生根，或是持续的往这些市场拓展。OK， 提到了欧盟其实也有一个数据很有趣，2025年欧盟、英国还有 EFTA， 就是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地区。中国大陆制造的汽车销量已经超过了70万辆，远高于2024年的40.8万辆。虽然说欧盟呢后来开始实施额外高达就是刚刚提到的35%的关税但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汽车销量还是不断在飙升。这个 Auto News 就报道说呢，进口到欧洲的中国制汽车当中，大约有2%。
只需要缴纳标准的10%关税，但在欧洲进行的本土制造还是很少见。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搞了半天，欧盟的关税对于像油电混合还有内燃机啊，就是油电车油车。这些仍然只需要缴纳基础的10%的关税，那35%呢是只针对电动车而已啊。所以有人就会问了，说关税就欧盟寄出了35%，可是为什么感觉上好像是不是给了中国大陆制造的油电混合车啊，非这个电动车，它是油电混合的，就留了一个后门，怎么看？我觉得欧盟对这个问题其实本来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因为还是有很多团体环保团体等等是非常支持改为全部电动车。那当然，有些政治人物也是很支持，但是也有政治人物要保护本地企业、欧洲的汽车制造企业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短期之内一些相关政策有出入的话，有一些不同调等等，但是中长期的政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清楚，他们对中国的电动车还是会课高关税，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企业，所以我真的觉得中长期不管是贸易障碍就是高关税，或者给自己企业好大的补助，或给我们一般消费者买电动车的补助等等，他们还是会保护他们自己的企业，真的会，他们不管怎么样，不会让中国电动车在他们自己的欧洲市场超越他们自己的汽车行业，这个也是不可能。有一个现实问题 ，Ross， 我继续请教，就是因为先前我们知道发生了安氏之乱呢，就是这个车用晶片，就是才知道原来这么的重要哈。那后来也看到最近就是在2025最后的一个月，我记得没错的话，欧盟也把原先他们设定说要在2030吧。全面就是用电动车这样的目标往后延，因为他知道他必须有一些问题，实际的问题必须解决，所以合并在一起看。我们现在讲到说，和油电混合车这个部分，目前还是课10%，那只有电动车是课35%，所以他们自己也在做调控，是这样子吗？这个问题有3个字来解决：台积电。欧洲在等台积电加码投资就好了。你说是欧积电是吧？对，因为本来在美国投资65 billion， 后来川普上来就再加100 billion， 对不对？那台积电已经答应在德国设厂，跟这个德勒斯登那边欧洲公司合资了。但是说实在，第一，那个不是为了制造最领先、最新的科技，都是为了比较老旧的、比较成熟的科技，对不对？而且都是为了提供给汽车业。所以真的有必要的话，那就等台积电同意在欧盟那边加码投资就好了。但是这个当然是需要时间，不是今天决定，明天盖厂，后天就直产。这个的确是一个过程。但是我可以有100%的信心，在这个节目今天预测以后台积电一定会在欧盟那边，不管是德国或法国、意大利。还是会加码投资，一定会。OK， 好，因为这个就牵扯到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车用晶片哈，因为车用晶片其实不像一般像更高阶的，像我们现在会提到什么2奈米啊，甚至是2奈米以下的哈，这部分是黄老师的专业啊。因为日经亚洲有报道一件事情，说包括上汽集团、长安汽车、长城汽车，还有比亚迪、理想汽车。以及吉利汽车啊，这些中国大陆知名的汽车制造商，他们正准备要推出搭载100%中国大陆自制的国产晶片的车型，真的都是 Made in China 咯。而且至少有2个品牌计划最早在2026年要开始量产。那这个目标呢，比起要求今年大陆国产汽车自制晶片使用率要达到25%的政策目标啊，呈现出大幅提升的变化，所以我们先从车用晶片开始聊起，因为它毕竟不算是最高阶的一个制程啊。这个特征大概是怎么样？车用晶片主要有几个特征，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太空晶片、先进晶片、车用晶片。那其实车用晶片我们随时可以修，
但它出了事很麻烦。所以还是一样，车用晶片要的一个字就是2个字就是耐用，还有另外2个字是稳定。如果今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今天任何的自家晶片或任何的晶片的损坏，或者它一时的一些失效，导致了一场车祸，造成了人命，那最后这个责任的归属要算是谁？是汽车生产商、晶片生产商，还是使用而未注意的人？这在责任归属上的比例会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车用晶片稳定性占第一，我不用最先进的，但我要用最稳定的，因为稳定跟安全有关。是的，我稳定，比方说我一台车，我预设我电池可能10年会优先于我的晶片坏掉，我就把我的晶片的效期可以拉到15年、20年，它不会坏掉。我预期我电池堆7年不行，我拉到10年、15年，我都还可以继续用这个晶片，才是车用晶片的一个最关键要的地方。它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生产技术当然 tune 参数各方面呢还是重要的，我怎么做提高良率那是公司赚钱的事情。但从晶片架构本身，它的特征就是稳。所以老师怎么看中国大陆现在它终极的目标是100%自主生产，就是它的车用晶片不受制于外人，它的机会跟挑战是什么？我觉得中国之前我们讲过，它就算它要开发 AI 晶片，也是时间的问题，就是可以靠人去堆叠。那车用晶片我们把它拆2个范畴嘛，我们拆初级的可能一般的 MCU 控制器，然后甚至到一般的那个能源管理单元，然后到进阶我可能自动驾驶到我边缘运算加车载娱乐系统，分2个范畴。我相信前段中国要100%自产，应该已经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可以生产非常多的传统的控制器晶片，这其实也蛮多 Made in China 的东西出现了。那到高阶晶片，中国今年也发布，去年也发布了庐山还是什么山的武夷山，武夷山是红茶，他们的那些比较先端的晶片。所以中国100%制造他们国产车用晶片的速度，我相信可能不会太久。所以他说是已经具备了，绝对是有的。对，但是它可以有多少的产能跟产量去供应它所有市场里面的车用晶片，这个我不知道。但如果他们只是说我要拿出一台100%国产车用晶片造出的车，我相信中国在短时间内是有实力把它全部做出来。OK， 所以这又回到这几年不断在强调是2025中国制造这件事情，就是不断在展现中国大陆制造的实力，希望在2026以后，包括特别在车用半导体，就是车用晶片上面呢，要再次向全球告诉大家，其实他们做得到。那其他国家准备好了没？马上回来。